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的呢，最主要的话题呢是关于谷歌最近发布的一个财报。那它最新季度发布的这个财报当中呢，其实是有了蛮多的一些突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来审视，就是到底 AI 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帮助这家公司呢，能够达到这个前所未有的一个营收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到底谷歌在 AI 的这个布局上面，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就是目前为止，它的各业务在 AI 方面呢，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一些付出？还有就是他们站在什么样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会分析的。那在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聊聊，就是为什么我上个星期会没有更新到，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生病了。简单来讲，就是我中了 A 型流感，就是这个真的是让我没有想过的东西，就是其实我在前几个星期才刚生病不了，那天的发生的情况是我大概是晚上的时候在冲完凉之后呢，我突然间发现到，我的身体开始好像有发冷的一些迹象，所以我就大概知道可能是接下来会是要开始发烧了，然后果然就是我记得我那天就是发烧了2、3天这样子，然后最后终于好了，然后就是在觉得好不容易好了过后呢，居然在这个事情的隔一个星期之后呢，我又再次发生同样的状况，就是我发现到我好像又开始发烧了，然后结果第二天真的是生病到很严重，就是一路的发烧，一路的发冷这样子，然后持续了好几天，甚至到后面是我其实已经感觉到我的身体，因为可能是我一直把自己关在一个很热的环境里面，就是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身体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实际上我还是在发着烧啊，但是我自己没有感觉到我在发烧，所以我就后来真的是因为太多天了，然后加上这样子连续的一个生病，所以让我非常的紧张啦，所以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马上很敏锐的就意识到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然后最后测试出来真的是 A 型流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流感嘛，所以我不能够离开我在的地方，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回来这里去进行录音，所以我就这样子停更了一个星期。当然，最主要对我来说，我觉得更大的重点是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休息。当然，我其实觉得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的放松的，就是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很担心，不管是我工作上面的东西，或者是关于就是会想很多啦。但是我觉得至少比起之前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休息啦。我觉得至少在上个星期是有很成功的让自己的身体终于是有了一些休息时间。这个是我上个星期的体验，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个经验能够告诉我自己，就是要更加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啦。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好像对于身体的健康都是处于一个非常的放任的阶段，所以这个星期有好好的思考这个东西，希望接下来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改变，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就首先呢，大家先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在讲到 AI 的一些发展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关注的是这3个最大的方向。第一个是叫做算力，也就是我们讲的 data center，或者是能够帮助 AI 去做运算，能够提供 AI 这些运算资源，能够让 AI 去学习、去进步、去计算、去推理。这个是我们叫做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算力的部分，也就是如何建造更多的 AI 工厂、AI 算力中心或者是 data center 来辅助 AI 的发展，所以这一个是其中一个蛮大的一个业务。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是叫做模型，那模型就是大家我们最熟悉的 ChatGPT 4或者是 Gemini 3.0，就是每家这几家比较厉害的公司，或者包括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开源，或者是很多的公司其实都在推出这样子的 AI 模型。然后这个 AI 模型呢，只要是能够超越对手，或者是只要是能够站在第一梯队呢，基本上都能够帮助他们带来很多的人去订阅他们的服务也好，或者是去背后使用，就会有很多的企业会使用 API 的方式呢，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些智能或者是一些模型呢，来帮助他们的企业，就是做更多AI 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模型。至于第三个部分呢，是叫做应用。应用的话，就主要的在做的东西就是像我们该提到的很多的企业呢，他们有了这些模型之后呢，他们会想要用这个模型去提供可能一个新的产品，或者是在自己原有的产品上面，像我自己最近发现到 Canva 又加入了更多 AI 的功能，或者是包括 CapCut 也有一直在努力的更新一些 AI 的功能。他们在自己本来原本的产品上面呢，把应用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极致，就是把 AI 导入他们的产品，导入他们的应用里面，让他们的产品的应用呢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东西，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消费者更多的一些价值，或者是能够让他们持续的领先他们的一些对手。那我为什么会聊到这3个最主要的方向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今天我们讨论的谷歌呢，它是基本上是非常少数，我也可以讲是目前为止，我觉得是真的是，如果你讲可能某一个东西它可能不是最强，但是同时间投入在这3个地方上面呢，
混合起来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人可以超越谷歌目前为止在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探讨为什么谷歌呢，它能够在这3个这么大的领域呢都有所涉猎，而且同时间都是站在第一梯队的。我们会来逐步的分析，就是在这3个地方它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或者是目前为止所有的业务站在了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最主要开始的一个阶段呢，是因为谷歌最近开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财报，就是他们最近发布了这个2025年 Q3，也就是第3个季度的这一个财报，然后他们是第一次呢在季度的这个营收上面突破100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所以这个是他们非常骄傲的。同时间他们有提到，就是这一个成长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他们基本上每个业务呢都达到了超过双位数的增长，也就是讲他们那个增长是超过10% 的，每一个业务都能够超过10%，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谷歌旗下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业务的，但是因为这个 AI 的关系，或者是可能目前为止他们的产品都很强，所以竟然能够让他们的每一个产品都达到10多%的一个增长，或者是超过10%，可能有一些会去到20-30%，这样子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一个就是让谷歌这一次开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财报。那我们来更具体看一下它的财报呢。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它的这个季度营收呢，比起上一个季度呢是提升了超过16%，就是来到了1000多亿的一个美元的一个收入啦，就突破了1000亿嘛，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然后再来我们讲的广告业务呢，竟然也有13% 的成长，就是我们一直在讲 Google Search 啊，会越来越少人用，大家都在用 ChatGPT Search， 或者是没有人会去点 Google 的这个广告了。现在大家都看 Google 自己的 AI， 大家都立刻知道答案了。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面 ，Google 的搜索业务竟然还能够有13% 的一个增长，然后呢，它竟然是来到了740亿美元的这一个收入啦，在这个季度。在更具体的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Google 搜索呢，就是它的搜索广告呢，竟然也有15% 的一个增长，所以是对我来讲是非常惊讶的，或者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所以这个是我们待会会分析到的。再来就是 YouTube 广告也有一个15% 的一个增长，也是属于非常的亮眼的。Google 的 CEO 呢，他其实在这次财报当中也有提出一些比较亮眼的成绩。首先呢，就是我们知道了 Gemini 呢，目前为止每个月的这个月活跃用户呢，是来到了6.5亿人口。就是之前我们才提到，大概 ChatGPT 的那个订阅人户大概是在7点多亿这样子。所以目前为止 ，Google Gemini 已经到了6.5亿，所以可以感觉到就是站在第2名了。但是在 Google Search 的方面呢，对于他来说就是肯定是远远的超过的，因为 Google Search 本来就有很多人免费的用户在用这嘛，所以接下来他们只是把 Google Search 加入了 AI 功能，所以这个它的这个使用的用户肯定是远远超过这个6.5亿，或者是远远超过ChatGPT 的7亿的。然后谷歌最核心的这个订阅就包括了 Gemini、Google One 或者是 YouTube Premium 呢，现在已经达到了3亿人，每个月都会付费给谷歌来保持自己的订阅，或者是持续的订阅谷歌的服务，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他们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数据。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分析我们刚才提到的那3个方向。首先，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关于 AI 的这一个基础设施，或者是我们叫做算力，或者是它的运算资源的部分呢。Google 目前最强的地方，是因为他们会有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 AI 芯片，叫做 TPU。目前为止最新的一代叫做 Ironwood， 它是它的第7代的一个芯片了。那这个芯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它能够使用更低的算力，或者是更低的一个运算呢，去能够达到相同的一个效果。比起 NVIDIA 最强的一些芯片，或者是可能它的第一个 level 的一些芯片，所以这个就其实为谷歌呢，它带来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竞争力，就是哪怕我可能在某些地方没有NVIDIA 的这些芯片那么强，但是呢，因为我能够降低我的运算成本，所以当我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我的运算成本，或者是我能够比我的对手的运算成本变得更低，我能够使用更加低的成本去进行算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有机会能够用堆叠数字的方式，或者是用节省效率的方式呢，去让我的企业能够更加的获利，或者是在我的 AI 训练上面能够更加的获利。就是你训练这个东西，可能你就每一次就需要花10块钱，现在我就是可能只需要花6块钱。所以这样子长期下来呢，我就绝对是能够在成本上面，或者是在投入上面呢，都能够比你有更多的一些优势。所以这一个是谷歌目前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策略。同时间呢，因为这个 TPU 是他们自己训练的嘛，所以它其实没有开放给别人去使用的，就它没有去单独的贩售这些芯片，它不像 NVIDIA 这样，就是需要去贩售，就是它的芯片是给全球的人或者是全球的一些企业去使用的。但是谷歌没有这样子做，它的做法反而是让大家来采购它的一些云端的一些服务。
就是说，假设你想要用更低成本啊去训练你的 AI 啊，但今天你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来用我 Google Cloud 的一些 service。你只有来跟我的 Google Cloud 的服务去使用了，你才能够用到这样子一个非常更加划算的一个方式去训练你的 AI。所以我才会开放我的 TPU 去让你使用。所以他就把 TPU 放在他自己 Google 设置的全球的一些 data center 里面去做使用，去提升它的 Google Cloud 的这一个业务，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 Google 走的一个非常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个策略。同时间，我觉得也因为这个方向呢，可能是它的 TPU 真的是在某个方面有很强的一些增长，所以导致它的 Google Cloud 呢也获得了一些非常亮眼的成绩，或者是也因为这样子吸引到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企业呢转头去使用 Google Cloud，而不是可能像我们提到的 Microsoft 或者是 AWS。所以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眼的成绩呢？首先就是 Anthropic，也就是我们提到的 Claude 嘛，这间公司呢，它目前为止呢也是有确定是要跟谷歌合作呢，去使用谷歌的 TPU 去做训练，是他们签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agreement，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蛮大的一个突破。再来是呢，谷歌有提到就是全球的10大 AI 的研究室里面呢，大概有9家都是在使用 Google Cloud 了，这个是谷歌非常引以为傲，或者是他们觉得是他们目前为止 Google Cloud 能够做得那么好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 Google Cloud 的这个新用户呢，竟然也达到了34%的增长，也就是说，比起之前呢，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使用 Google Cloud，所以这个都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TPU 的方面呢，加上 Google 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是 Gemini 或者是它的一些模型，或者是一些 AI 的应用呢，同时也能够放在他们的这个云端里面，让别人去使用他们的 Google Cloud 的时候，同时间能够使用到这些其他的一些 added value 的一些 AI 应用，或者是 AI 服务，或者是 AI 算力，或者是 AI 的这一个模型。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为止 Google Cloud 非常强势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是，它在这个算力的部分呢，实际上它的布局呢，也是让它成功的站在了第一梯队的这一个 level。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是关于模型的部分。那在模型的部分呢，目前为止肯定 Google Gemini 就是被大家所熟知的，它就是站在第一梯队，它可能没有 ChatGPT 的某一个东西那么强，或者是其实在我的眼里呢，它可能其实很多地方可能都已经超过了ChatGPT 的。第一个东西是它的这个 Gemini 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它有非常大的上下文的这个 context，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可以同时间看到很多的资讯的，比起 ChatGPT，所以这个就是它很强的一个地方了。那它可能在编码的程度上面呢，没有 Claude 那么强，可能最近也没有办法追上 OpenAI，但是它在其他的部分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到位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大部分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已经是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模型更加强了。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它的这个 Gemini 的这个2.5呢，已经是业界的顶尖水准了。当然可能不是第一名，可是它肯定是在 Top 3或者是 Top 4里面的。这个是目前是 Gemini 非常强势的地方。再来呢，像上次我们提到的 Nano Banana，就是在生成照片方面呢，它肯定是领先业界的基本上它在这个地方肯定是第一名的啦。就是目前为止大家最好用、公认最好用的一个生成图片的模型，就是 Nano Banana。然后呢 VO3 呢，它的影片生成呢，我相信即使不是第一名，也是第2名啦。所以就是目前为止，它在这2个地方都已经是非常强势的站在最强的一个竞争的一个位置上面了。所以这个是它的模型目前为止非常强的地方。然后呢，它最近推出一个叫 Genie Tree 的一个世界模型。那世界模型呢，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现在有一点像是 gaming 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在 gaming 的场景中呢，或者是在我们想要模拟一些现实的一些状况呢，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物理的一些世界的变化啊，或者是可能原子跟原子之间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是可能风需要这里会是怎么样的吹，水流啊这里是怎么样的流，就是一些关于世界的一些了解呢，都在整合在这个世界模型里面。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了这样子一个世界的模型呢，是在持续的变强呢，那你以后不管是要开发一些虚拟的一些软体，比如说要做一些 game， 或者是做一些模拟现实的一些真实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是一个 AI 工厂的一个模拟的一个 digital twins， 也就是我们讲的数位孪生。简单来讲就是我的实体呢有在跑这个工厂，那同时间我也做了一个一模一样复刻版的一个虚拟的工厂。那我就在这个虚拟工厂里面，我就能够去实验，假设我的生产线这样子调整的话，我能够提升多少倍的效率。当我的确定在这个模拟的情况下面已经做得很好之后呢，我才把它导入我真正的生产线去改这个布局。所以就等于同时间我的工厂可以同时间在跑的情况下面，我也能够做实验去测试各种可能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digital twins 的一个价值。那它就需要你能够真正对于风啊、对于水，或者是对于这些能源，或者是对于这些很多一些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元素去碰撞、去运算的这个过程中呢，它需要对这个世界真实世界有一些很强大的一些了解跟一些模拟。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一个世界模型能够提供
的一个价值，所以它这个世界模型也算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模型啦。那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 AI 应用的部分。那在 AI 应用的部分呢，谷歌本来就有很多很多产品嘛，在这些产品之后呢，导入 AI 之后呢，到底有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首先是第一个是关于浏览器的部分呢，那浏览器的部分，上次我们有提到，就是现在大家都有在卷这个 AI 的浏览器嘛，像 ChatGPT 就推出了 Atlas， 然后Perplexity 推出了 Comet， 那谷歌的做法就是直接在 Google Chrome 里面加上了这个 Gemini 的助手，然后让这个 Gemini 可以在 Chrome 里面做出更多的一些帮助使用者做出一些 AI 的一些帮忙啊，或者是能够帮大家去 summarize 东西啊，所以概念上也是某一种的 AI 浏览器，所以这个就是谷歌给出来一个答案啊。当然你说领先，我觉得是。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了，可能是它 Google Chrome 还没有开放，或者是我还没有使用到，或者是它真的是没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点，但是它就是摆明的跟你说，我就是在浏览器上面持续的维持我的竞争力，持续的维持我的市占率，同时间我就是站在第一梯队，但是我可能不是第一名，但是呢，我肯定也是第一梯队的，因为你提到浏览器的时候，提到一个 AI 浏览器的时候，我的 Google Chrome 还是没有缺席，这样子。至于在硬件的部分呢，他们最近推出的这个新的手机 Google Pixel 10呢，也同时间也是搭载了他们自己的一个芯片。那这个芯片呢是特别强调是能够在 AI 的一些运算上面，尤其是本地运行的 AI 的一些功能上面呢是非常强的。这个就是他想要用 AI 的这一个芯片呢，让它在手机上面也有一些更加多的一些 AI 应用可以去使用。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手机里面的这个芯片呢是比起可能其他竞争对手呢去运算这 AI 的这些功效呢是可能是达到了可能更强的，可能1倍或者2倍。那当他想要运起更加多的一些新的一些 AI 的功能的时候呢，他就是能够比其他对手来得更强，因为他能够可能在发热更低或者是电量消耗更少的情况下，就能够运算到这些 AI 的这些功能。而且其实在手机部分很讲究的是本地运算，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实际上我要每天去连上 Google Cloud 的一个或者是 Google Gemini 的这一个它的 data center 的一些运算，我才能够去做一些 AI 的一些功能。他们希望可以做到的是本地，就是比如说可能是 translation 啊，或者是AI 去整理你的一些资讯啊，都是直接在你的手机上面去完成的，不需要联网也能够做到这个东西。所以这样子一个非常小的运算方式，同时间如何能够跑得更快更有效率呢？就是他们在这个 Google Pixel 上面持续在努力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在硬件方面。至于在他们最强劲的这一个产品方面，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 Google Search 呢。他们提出的一个数据呢，就是目前这个最新的这个 AI Mode 呢，它的这个日活跃用户呢，已经达到了7500万个人，就是每天都在使用这个 AI Mode 的人呢，是已经到了7500万个人，也是非常强劲的一个成长啦。毕竟它是一个免费的产品嘛，但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当有更多人使用 AI Mode 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有更少人去使用 Google Search，所以加上这个 AI Mode 呢，它如果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的话呢，我自己看到的东西是，接下来它一定会把 AI Mode 变成是 default，就是我一打开 Google.com 呢，可能就会先去掉 AI Mode， 过后我才有一个选择是才去到 Google Search。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改变啊。那另外呢，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 AI Overview 呢，就是自己帮你生成一些 AI 的答案呢，还有这个 AI Mode 呢，它其实它的搜索量也有很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就是因为可能可以问到的问题比以前更多了，所以其实是有很多人在谷歌上面问出了更多以前没有问的问题，所以导致它的搜索量其实是有大幅度的增长，而不是减少的。就是我们一直觉得，可能现在更容易得到答案了，可能我问的问题以前我可能要用10个 search 才能够找到这个，可能现在我1个 search 就找到了。所以它的搜索量可能会下降，但是其实没有，它的搜索量反而上升了，因为大家觉得可以搜索到的资讯更多了，反而问出了更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发现。同时间在年轻人这个部分呢，也有很大幅度的提升，就是年轻人在适应 AI，在使用搜索方面呢，也比起可能其他年龄层更加的强势啊，所以这个是谷歌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我的搜索量在提升，我的年轻人更加的喜欢使用了我的产品，这个是谷歌想给出的一个信息。然后这个 AI Mode 呢，目前为止也是支援到了其他40个语言，就是我那天有试用，就是现在终于可以使用中文了。就是我觉得不能够使用中文，在某些情况下面还是比较难，因为有时候我就想要问一些问题呢，是可能我还不想用英文，或者是我想要搜索就是一些中文资料，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使用中文去提问这个 AI Mode，然后让它也能够用 AI 的方式去进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啦。所以它持续能够支援更多的语言，对谷歌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优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谷歌在
这3个方面呢同时间进行了一些努力，加上它现在所有的产品线呢都因为这个 AI 赋能的关系呢变得更强了，所以让它同时间在我们刚才提到的算力、模型还有应用上面呢都持续站在第一梯队，甚至是很多地方是甚至站在第1名或者是 Top 3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就是谷歌目前为止非常强劲，还有就是他们也持续看好它的未来，就是能够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它的财报能够继续的变得更好，因为它同时间也能够提供它的消费者更多的价值。所以这个就是谷歌这一次的财报想要给出来的一个答案。那最后呢，我们来根据这次的财报呢做一些延伸性的思考。首先第一个话题呢，我想要聊的东西是关于年轻人不再使用 Google Search 这个话题。就是我之前可能会觉得，就是我有看到了很多年轻人现在开始使用 Search 呢，他们可能是在小红书上面 Search， 或者是在 TikTok 上面去做搜索的。他们想要了解某一个新的产品、某一个新的问题、某一个新的服务，或者是遇到某一个问题呢，竟然是透过 TikTok 去 Search。有没有人讲过这样子的一个话来解答他们的一些疑虑，而不是使用 Google Search？ 这个其实我在知道的时候是蛮惊讶的。但是如果从 Google 现在的数据来看，其实年轻人也会使用 Google Search， 所以其实它在年轻人的这个市占率上面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影响，或者是没有我想象中掉的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对 Google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signal， 就是如果你的产品持续的老化，就是你的用户都只有老人在使用呢，那对你未来成长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但是目前只可以看到，就是当它重新导入回这些 AI 的功能之后呢，年轻人还是持续的拥抱就是 Google Search 的方式，就证明 Google Search 还是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价值。然后可能是在 TikTok 上面搜索不到啊，他们还是会回到 Google Search， 然后发现到，其实 Google Search 是可以解答他们的这些疑虑的。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对 Google 来说非常正面的一个 signal 了。那再来第二个呢，让我非常惊讶的东西就是谷歌有提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就是其实在全球呢，就是所有的电视机当中呢，播放最多的这个应用或者是最多的内容呢，竟然是 YouTube 或者是 YouTube 影片。这个是让我非常想不到的，就是以前当我们提到电视机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是看某一个频道啊，或者是我可能订阅某一个服务啊，然后或者是可能是 Netflix，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目前为止呢，大家在电视机上面看最多竟然是 YouTube 影片。那如果大家在手机上面看最多的，可能也是 TikTok 或者是 YouTube 影片，那就可以想象，真的是 YouTube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赚钱，或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垄断的一个生意。当然，它目前是可能遇到 TikTok 的挑战啦。但是如果我们提到就是在客厅上面啊，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坐在沙发上看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荧幕呢，竟然都是在看 YouTube 影片，或者是大部分的电视机竟然都是在播放着 YouTube 影片。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真的是感觉到世界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啦，就是我们以前可能非常喜欢看长影片呢，现在都不看了，可能看的都是一些 YouTube 的解说，或者是 YouTube 的一些短的一些画面，或者是一些 user generate， 就是可能一些网红或者是一些小博主呢，可能去吃吃喝喝，去到处玩乐的一些 vlog， 这些都是我们在电视机上面也会持续在看的一些内容。至于最后呢，就是谷歌最重要的这个 Google Search 啦。那 Google Search 呢，可以感觉到呢，它的营收竟然还是有10多%的一个增长，是非常非常强劲的。但是它就是一直无法解答我的一个疑虑，就是明明如果在这个 Google AI Overview 出现之后呢，照理来说大家搜索应该是会变少，或者是照理来说应该会更少的点进广告了，就是广告的这一个价值应该是持续的降低，因为现在开始我不需要广告，我就可以获得我需要的资讯，我就离开了，或者是我可能只进行一个搜索，我就获得了很多我需要的内容，我就不再进行第二次的搜索，或者是我就离开了 Google 这个网站，那你的谷歌广告这个点击量应该是减少的，但为什么它的收入反而是增加呢？就目前为止我做了一些研究啦，目前为止给出来的一些方向是这样子。首先第一个东西是因为它整体的搜索量非常大幅度的提升了，所以这个也导致它可以卖的一些 Google Ads 也有更大幅度的提升，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Google Ads 的这个位置呢是变少了。比如说可能一个概念，可能之前都会有100个人去看这个 Google Ads 或者会点进这个 Google Ads， 可能现在可能掉到可能只有70个人会做这个事情，它的广告的版位实际上是变少了。但是呢，因为它是用竞价的方式，就是大家是去 bidding 的，就是所以今天我同时间有更多的人想要挤在这70个位置里面呢，我就必须付出更多的钱，所以最后发生的状况就是所有的品牌其实都付出了比之前更高的广告费来占据这个更稀缺的这个广告位置。但是呢，他们拿到的成绩肯定没有以前好，就是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局势，但是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广告费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竞价的关系呢，也有可能因为刚才我们提到Google搜索量大幅度提升的关系呢，导致这个 Google Search 或者是 Google Search 的这个业务呢，竟然能够带
带给之前更高的一个收入，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意外的，就是原来有时候。谷歌的这一个需求下降，或者是谷歌 search 的这个需求下降，或者是他们没有找到一个新的广告模式之前呢，竟然还有增长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是我看到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但同时间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就让谷歌 search 或者是就让谷歌会更加保守，在推出一些新的广告模式，或者是在颠覆谷歌 search 这件事情上面，它会变得更加保守，因为现在要颠覆的那个东西，或者是要颠覆的那个体量是更加大的，或者是要颠覆的那个营收是非常大的。你跟我讲，你今天做这个决定，会让我本来有700亿，一个季度会有70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呢，突然间变成少一半都好，一下子少了300亿美元，谁要来做这个负责？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目前为止谷歌会持续遇到的一个挑战，就是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是想要颠覆，有很多新的一些广告模式，但是它一定都是很小规模的测试，因为它会非常担心碰到它这个最大的这个蛋糕，也就是 Google Search。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对于谷歌的这个财报的一些分享还有一些见解。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